永远不要在熟人面前说这两种话，切记。玄学这一古老而深邃的智慧体系，虽然在现代科学的璀璨光芒下显得有些边缘化，但在人际交往的微妙之锦中，它以其独到的见解，悄然编织着和谐与尊重的经纬。玄学时刻提醒着我们，在与熟人相处时，有两种话永远不能说，说了可能会招惹祸端。真正聪明且有格局的人是不会碰的。一、刻意炫耀的话，永远不要高估人性，哪怕你跟对方关系再好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，有时见不得你好的人，往往不是那些远在天边的人，而恰恰是你身边最为亲近的人。他们能接受你比他们过得好，但不能好太多，这样他们心里就会不平衡。毕竟只有你过得不好，他们才能从中得到安慰，才能由衷的说一句，有他做对比，看来我过得也不算太差。这就是人性的复杂之处，他可以陪你吃苦，但未必能陪你同甘。因此，少在熟人面前炫耀自己过得有多好，尤其是收入、存款等相对敏感的话题。一时的炫耀或许能短暂的满足虚荣心，但长久来看，不定哪天你就掉进了自己亲手挖的陷阱。真正有格局且有远见的人不会这样做，他们知道唯有足够低调和谦逊，才能少为自己树敌，才能将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更稳。二、贬低对方的话，如果你真心把对方当成朋友，那么不管此时的他是春风得意还是暂时落魄，都不能落井下石，贬低对方。人生是一个起起落落的过程，此一时彼一时，你永远不知道如今这个看似落魄的人，将来会有怎样的成就。如果此时你贬低他，嘲笑他，看不起他，有朝一日他发达了，首先剔除的人就是你，因为他已经看清了你的真实面目，再也不会继续跟你做朋友了。万一此时你有求于他呢？不是亲手断了自己的后路。贬低的话如同冬日里的寒风，虽然只有一瞬间是刺骨的，却足以让人心生寒意，长久难以回暖。记住，每一次对他人的正面肯定，都是对这段关系的一次温柔灌溉。与其贬低对方，不如大方支持与鼓励，否则你的随口一句贬低，就会在对方心里种下一颗隔阂的种子，最终长成难以逾越的鸿沟，直到再也无法跨越。深入探讨炫耀与贬低的危害。炫耀的危害，炫耀的行为表面上看似是在展示自己的成就和优越感，但实际上它往往会在不经意间伤害到他人的自尊心，尤其是在熟人之间，这种伤害可能会更加深刻和持久。一、引发嫉妒与敌意。当一个人在熟人面前炫耀自己的财富、地位或成就时，很容易引发对方的嫉妒心理，这种嫉妒可能会转化为敌意，导致关系的恶化。二、破坏信任。炫耀往往伴随着夸大和虚假的成分，这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。一旦对方发现你在炫耀中掺杂了水分，他们可能会对你产生怀疑，甚至不再信任你。三、孤立无援。频繁的炫耀会让周围的人感到不适，甚至疏远你，最终你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，失去了原本可以依靠的朋友和支持。贬低的危害。贬低他人的行为不仅会伤害对方的自尊心，还会破坏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友谊。一、伤害自尊。贬低他人是对其自尊心的直接打击，即使对方表面上不表现出来，内心深处也会感到痛苦和愤怒。二、破坏信任。贬低他人意味着你不尊重对方，这会严重破坏彼此之间的信任。一旦信任被破坏，关系就很难修复。三、失去支持。贬低他人会让你失去他们的支持。当他们发现你是一个不尊重他人的人时，他们可能会选择远离你，甚至在你需要帮助时袖手旁观。如何避免炫耀与贬低？避免炫耀。一、保持低调。在熟人面前，尽量保持低调，不要过分展示自己的成就和财富。你可以通过分享经验和教训来帮助他人，而不是炫耀自己的成功。二、
尊重他人，尊重他人的感受和成就，不要因为自己有所成就就轻视他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价值，值得被尊重。3、倾听与分享，多倾听他人的故事和经历，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。通过倾听和分享，你可以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，而不是通过炫耀来获得短暂的满足感，避免贬低。1、正面肯定，多给予他人正面的肯定和鼓励，而不是贬低和批评。即使对方犯了错误，也可以通过建设性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改进。2、换位思考，在说话之前，先换位思考，想象如果自己是对方，听到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感受？通过换位思考，你可以避免说出伤害他人的话。3、保持尊重，无论对方处于何种境地，都要保持尊重。尊重是人际关系的基石，只有尊重他人，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。实际案例分析。案例1：炫耀的后果。小李是一家公司的销售经理，业绩一直非常出色。在一次公司聚会上，他无意中透露了自己今年的奖金数额比其他同事高出许多。虽然他并没有刻意炫耀，但这个消息很快在同事之间传开，引发了不小的嫉妒和不满。结果，小李发现自己在工作中越来越难以得到同事的支持，甚至有人故意给他设置障碍。最终，他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人际关系，影响了工作效率。案例2：贬低的代价。小张和小王是多年的好友，两人一起创业，共同经历了许多困难。然而，随着公司逐渐走上正轨，小张开始对小王的工作能力产生怀疑，经常在公开场合批评小王。起初，小王并没有太在意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感到越来越难以忍受。最终，小王决定离开公司，独自创业。几年后，小王的公司发展得非常成功，而小张的公司却因为缺乏创新而逐渐衰落。心理学视角：炫耀的心理动机。1、寻求认可。炫耀往往源于对自我价值的怀疑，希望通过他人的认可来增强自信。2、竞争心理。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，人们可能会通过炫耀来展示自己的优势，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。3、社会比较。人们常常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估自己的价值，炫耀可以让他们在比较中占据上风。贬低的心理动机。1、自我保护。贬低他人可以让自己在心理上占据优势，从而减轻内心的焦虑和不安。2、控制欲。通过贬低他人，可以获得一种控制感，让自己在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。3、嫉妒心理。当看到他人取得成功时，有些人可能会通过贬低来平衡内心的不平衡感。文化与社会背景。炫耀的文化差异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，炫耀的行为可能会受到不同的评价。在一些文化中，炫耀被视为自信和成功的象征，而在另一些文化中，炫耀则被视为不谦虚和自大的表现。例如，在西方文化中，个人成就的展示被视为一种正常的行为，而在东方文化中，谦虚和低调被视为美德。因此，在跨文化交流中，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，避免不必要的炫耀，显得尤为重要。贬低的社会影响。贬低他人的行为不仅会影响个人关系，还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。在一个充满贬低和批评的社会中，人们可能会感到不安和焦虑，缺乏自信和动力。相反，一个鼓励正面肯定和支持的社会，能够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。结语：早晚有一天，我们会明白，与熟人相处更是一门学问，因为太过了解彼此，更难掌握界限感和分寸感。你永远不知道，你哪一次的无心之失，会导致对方从此对你有了成见。唯有谨言慎行，才不至于让自己后悔。那就以智慧为舵，以善良为帆，避开炫耀与贬低的暗礁，共同驶向更加和谐、更美好的地方吧。只有在每一次交流中都做到言出必善，才能让温暖与理解成为连接心与心之间的桥梁。
通过避免炫耀和贬低，我们可以建立更加健康和持久的人际关系。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个人的成长和发展，也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用智慧和善良来编织人际关系的美丽织锦。